OK， 今天不关冷气，请体谅我这点，因为最近真的太热了。很多人会对着他们的耳机讲话，对吧？在捷运上面、公车上面、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人。我自己也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几年前或者10年前，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奇怪，因为看起来像在自言自语嘛。但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而且耳机有麦克风可以通话这个功能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但是，你有跟自己的音响讲过话吗？我有，而且很长，我几乎天天跟我的音响讲话。我知道现在你们应该很困惑，但是不要急，看完这支影片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这样讲，而且甚至你会开始跟你自己的音响讲话。这是一个喇叭，但它并不是普通的喇叭，它是一个设计来让你跟他讲话的喇叭。It's weird, but it's weird, but it's smart. 它很聪明，它是一个 smart speaker. 没有错，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Google Home Mini， 也就是前一阵子我有提到我买了一个新的 Google 玩具，应该有人记得嘛？那就是这个东西啦。我想大家应该有看过 Google Home， 因为就是很多人都拍过。也拍过，那 Google Home Mini 可想而知就是 Google Home 的迷你版本。那 Google Home 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喇叭，它是一个可以放音乐的喇叭。但是呢，它里面有麦克风，而且也有 Google Assistant 住在里面。Google Assistant 就是 Google 助手啦，有点像是 Google 的 Siri。这样讲会引起战争吗？下面的人就开始一大堆 Apple 叫的，然后它虽然跟 Siri 很类似，但是比 Siri 厉害，这样就会引起战争吧？下面会开始这样会引起战争。我不管，我觉得它比 Siri 厉害。那在去年的10月份左右，我看到 Google 推出了这个 Google Home Mini 的时候呢，我非常兴奋，因为我自己是很常用 Google Assistant 的人，就是在我的手机上面啦。那因为 Google Home 的本身的价格还是有一点贵，所以我当时就没有买下手。直到 Google Home Mini 也出现，它超便宜。那这个就带到了我觉得 Google Home Mini。第一个优点，一颗 Google Home Mini 的价格只要1500台币左右而已，这超便宜的。1500这样子的价格，能够让你得到跟 Google Home 或者是 Google Home Max 基本上一样的功能。那它们差别就只有它们的 size 跟喇叭，待会会更详细的解说这部分。总之，它就是能够用1500台币这样子的价格买到一个这么好用的东西，超值得。所以我当下就毫不犹豫的订了一颗，它来到我家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在用它。不过先说这不是业配哦，过去几集的 Weird Burger 都不是业配 ，OK？ 我只是希望接到，全部都是我自己就是私心推荐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已。好，所以它第一个优点就是它超便宜，第二个优点呢就是超好用。但是关于好不好用呢，这其实非常的见仁见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与其一直讲我有多喜欢这个东西，它有多好用，我不如告诉大家它有什么功能，跟我自己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那关于它所有的功能呢，你基本上可以点资讯卡的影片去看看，那个影片里面就有解释 Google Home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基本上就把它想象成 Siri 啦。Siri 有的功能 ，Google Assistant 基本上都会有。好，那现在来讲讲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功能，总共有6个。第一个什么？总共有6个。第一个是 spell checking， 拼字检查吗？就是当我在打字啊，然后遇到忘记怎么拼的字，我就可以直接问他说：“这个字要怎么拼？”比方说 ，Hey Google, how do you spell I want Pixel 2? I want Pixel 2 is spelled I.WAN， 它非常的好用，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去打开 Google 翻译，然后翻译出那个字之后呢，然后再把它抄过来，我可以就像是在问旁边的英文老师一样的感觉。第二个 set reminders， 设置你说是提醒事项，超别扭。设定提醒事项，基本上就是如果我明天有一个行程，或者是我明天有一件要做的事情，我怕我自己忘记，我就可以请他帮我在我要的时候提醒我做那件事情。Hey Google, remind me to publish my YouTube video. Sure, publish my YouTube video. When do you want to be reminded? Around 7:30 p.m. All right, I'll remind you at 7:30 p.m. 搞定。第3个，设定闹钟，这功能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因为有用过 Siri 的人就知道这大概会长怎样。那设定闹钟呢，其实就跟刚刚设定 reminder 是一样的感觉，你只需要跟他讲明天几点的时候叫醒我。Wake me up tomorrow at 9 a.m.
All right, your alarm's set for tomorrow at 9 a.m. Hey Google, shut up. 那我自己呢？我是设定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叫醒我，这样要做这样的设定，并不需要做一些很繁琐的操作，不需要进去闹钟然后设定是否要 repeat， 不用这样子，只需要直接跟他讲说每一天的几点叫醒我，他就会每一天那个时间会叫你。第4个，询问天气。Google Home Mini 呢，它会侦测你所在的地区。那每当你问他说，今天会不会下雨啊，或者明天是什么样的天气等等的，它就会针对你那个地区告诉你明天或者是你指定的时间的天气会长怎样。比方说，Hey Google, is it gonna rain tomorrow? No, it won't rain in Taipei tomorrow. 明天不会下雨。第5个，在我的行事历上面新增活动，这功能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以往啊，如果我今天有一个新的安排，或者是有新的活动等等的，我要把它加到我的 calendar 上面，我得要打开我的手机，然后打开 calendar， 然后把它输入进去，设定时间等等的，把它弄完之后按储存才可以。但现在有了 Google Home Mini， 不用这种麻烦。Yeah, sure, okay. So 7 at the Korean place, right? Okay, cool. See you later. Bye. Hey Google, add an event on my calendar. What's the title of the event? Dinner with PewDiePie. Sure, when is the event? 7 p.m. All right, dinner with PewDiePie today at 7 p.m. 第6个就是拿来放音乐，也就是最基本款的功能啦，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喇叭，对不对？它绝对有可以放音乐的功能。我平常用它放音乐呢，是透过我的 Spotify 账号，因为目前呢，Google Home Mini 在台湾能够支援的播放音乐的媒体，好像只有 Spotify， 还有 Google Music， 但是 Google Music 我自己没有在用，所以我是用 Spotify。那如果你没有 Spotify 的话呢，也没关系。因为它同时也可以变成蓝牙喇叭，你只需要跟他说，打开蓝牙，然后就跟你的手机连线，连好线之后就可以把它当蓝牙喇叭用。那但是我个人还是会建议用 Spotify 来当做你的音乐播放软体，因为呢，你就可以不用操作你的手机。比方说你今天在打字或者在干嘛，想听音乐，叫他说，播什么什么歌。它就会播，更快更方便。那当然，它不只可以播单首，它一样可以播你指定的播放清单，或者是你也可以指定某种特殊类型的音乐。比方说，Hey Google, play some hip hop. Sure, here's a Spotify playlist called Hip Hop and Play. 没声音啊。哦，我只是不能播这么。Hey Google，OK。以上就是我最常用的功能，而且也是让我觉得 Google Home Mini 非常好用的原因。接下来讲讲第3个优点，就是它的尺寸。在 Google 的官方广告影片，超难念的，你念一次。官方广告影片，在 Google 官方广告影片里面呢，有提到它比一个甜甜圈还要小，真的就是比一个甜甜圈还小，所以它基本上完全不会有碍事这个问题，因为它又小又小。比起它其他一个版本，比方说 Google Home 大概是这么大吧，也是蛮小的，但大概是 Mini 的3倍左右。那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 Google Home Max， 就是一个这么大的大音响，也就是差不多 Google Home 的3倍，分别有各自的好处。但是如果你的房间放不下 Max， 或者是你没钱买 Max，Google Home Mini 会是最理想的。以上就是我认为 Google Home Mini 最突出的优点，当然它也是有一些缺点的啦。我们现在讲讲第1个缺点 ，It doesn't support Chinese。没有错，不管是 Google Home Mini、Google Home、Google Max、Google Assistant， 全部目前都不支援中文。我想听到这边，应该很多人会忽然就是心就凉掉了，就觉得我原本很兴奋，可是我英文不好，所以我可能没办法操作它。但其实我用下来的经验 ，it's not a big deal。即使你英文不好，但是你需要操作它的时候，用的英文也并不会是很复杂或是很困难的。因为大部分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呢，都会是用一些蛮固定的句子的，所以你不一定要真的英文非常好，或者是非常的流利才能够操作它。你只需要稍微记住跟习惯一下那些你常用到的功能就 OK 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支援中文，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顺带一提，它除了英文以外，还有支援很多国的语言，比方说离我们最近的，它也支援日文。所以如果你日文好的话，那你一样可以使用它。还有其他我
我其实也忘了有哪些。第2个缺点，我看到国外的 YouTuber 在开箱 Google Home 或是 Google Home Mini 等等的时候，他们有用到一些功能让我觉得很方便。他们可以说帮我打电话给谁，或者是帮我在亚马逊上面订个几包卫生纸，真的很方便诶。就像是你有一个人真的能够，你叫他说你帮我做什么事情，他就跑出去帮你买东西，类似这样的感觉。可是呢，在台湾目前并不支援这些功能。在台湾呢，它因为某些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的原因，它没办法透过 Google Home Mini 打电话。当然 Google Home 跟 Max 也都是不行的。但是这点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因为你要打电话，你直接用你的手机嘛，你的手机很可能也有 Siri， 也有 Google Assistant， 所以就是没什么影响。哦，对，在手机上面的 Google Assistant 是可以打电话的。那关于透过它买东西呢，我自己之前有尝试过，但是就是一直都没办法顺利的完成。那我刚刚也有请 Greg 帮我查了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基本上台湾方面的资料什么都没有查到。那这样子，我应该会把它判断为它无法在台湾使用这个功能。或许将来可以，或许是我没有找到对的方式。所以这点就是大家可以先听听就好。好，以上就是我觉得 Google Home Mini 2个比较稍微突出一点的缺点，虽然我个人觉得真的没什么影响。那接下来讲讲一些值得一提的功能。第一个就是它有静音按键，基本上当你并不希望它对你的关键字有反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使用它的静音键，这样它就会把它的麦克风给关掉了。那你想要它恢复正常的时候，可想而知就是把它推回去嘛。那据我所知，它一开始刚上市的时候呢，你是可以透过声音请它 mute。可是呢，因为后来有一些小 bug， 所以他们把它改成就是只能用真实存在的按钮来把它 mute 跟 unmute。第2个就是呢，它有2种声音。Hey Google，Can you change your voice? Here is an example of my other voice. Would you like me to use this one? No。第3个就是呢，它可以辨识不同人的声音。比方说，你的 Google Home Mini 是放在客厅的，然后你全家人都在使用，有你爸爸，有你妈妈，然后有你自己，3个人这样使用。那如果你们3个人呢，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的好友，名字叫做 Alexa。那如果今天妈妈跟 Google Home Mini 说 Call Alexa， 那你觉得他会打给哪一个 Alexa 呢？3个人的朋友 Alexa 都是3个不同的 Alexa， 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哦。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让 Google Assistant 有辨识不同人声音的功能，像是如果妈妈说 Call Alexa， 他就会打给妈妈的好朋友 Alexa。妈妈的好朋友 Alexa， 以此类推，其他人讲 Call Alexa， 或者是讲一些可能会重叠到的内容的时候，它会针对那个人的声音来辨识他是谁，然后来做出不同的动作。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功能，可是我自己目前还没有真的让它成功辨识不同人声音过。像是啊，我可以问他 ，Hey Google，What's my name？ You told me your name was Will. I could never forget that. OK， 没错。那我现在请格瑞格问看看。Hey Google, what's my name? I couldn't verify your voice, so I can't say your name. 可以。他忽然成 You 功 can 了 either try again or verify your voice match settings in the Google Home app. 他忽然成功了对他刚刚因为刚刚拍片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定有做过一些测试，然后那时候格瑞格问他，他也说 Your name is Will，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失望。但是他刚刚又忽然成功了，好吧，可能是他这个功能还没有非常的成熟。不过我想再过一阵子，它的软体更新之后，应该会变得成熟许多，而且会变得是真的很好用的功能的。好，以上就是有关 Google Home Mini 的介绍。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每一天都会用到它。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入手这个东西，因为不止它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方便，同时呢，它也可以拿来练习英文。所以呢，我自己很推荐 Google Home Mini。好，那今天影片就这样啦 ，Always stay weird，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我说拜拜哦，拜拜。拜拜。